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今集我哋唔係要研究貓啊，而係想講一個好多貓奴最心噏亦最難開口嘅話題。當主子走咗之後，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咁快再養返隻貓啊？面對呢種情況，其實點樣做先好呢？返到屋企見到平時佢最中意瞓嘅位突然空晒，個心自然會揦住一下。但當你開始諗到不如再養返隻新貓啦，心入面可能會好掙扎，係咪代表我已經唔記得咗佢啊？我真係仲有能力再愛多一隻貓咩？呢種因為覺得要忠誠而出現嘅內疚，到底點樣先可以行返出嚟？今集就同大家拆解下呢類心結。記住，呢條路從來都唔係得你自己一個。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只可以持續向前。時間，我是否太快忘記了它？其實最令大家掙扎嘅未必係隻新貓乖唔乖啊，而係嗰個時間點。有主人喺主子走咗唔夠1個月就帶咗新貓返屋企啦。諗返起簽領養嗰一刻，其實都幾心虛下，覺得自己好似對唔住走咗嗰隻咁。呢種好多時係自己俾自己嘅壓力，下意識會覺得好似一定要傷心得夠耐，先至證明到自己有幾愛啊。但到你見到新貓做埋啲搞笑嘢，忍唔住笑咗出嚟，或者朝早俾佢嘈醒，忽然覺得生活有返啲動力啊，個心又會突然揦一揦。點解我可以咁開心嘅？如果以前隻貓知道咗，佢會點諗呢？甚至有人會覺得，當自己養返隻新貓，唔再每日為佢傷心，就好似同舊貓嗰份聯繫都慢慢斷埋。事實上，當主子走咗之後，屋企嗰種靜，有時真係會靜到令人窒息啊！領養新貓其實唔一定要取代邊個，而係想令生活重新有返個節奏啊！要知道，心入面嘅容量係可以無限大嘅，愛並唔係一種有限資源。分咗俾新貓，唔代表舊貓嗰份愛就會少咗。選擇養返隻新貓，唔係因為你放棄咗過去，而係因為你心入面仲有好多愛，亦都仲有好多傷痛，好需要有下一隻貓過嚟同你一齊分擔。影子，那份愛是延續還是補償？另一個令大家內疚嘅位，就係潛意識好想揾返相似嘅影子。有人揀貓嘅時候，會不自覺咁揾返同舊貓一樣嘅花紋、品種，甚至連眼神都要似到10足10。但到底呢份愛係延續定係一種補償呢？要知道呢種揾替身嘅諗法，有時都幾危險啊！當你以為揾隻樣一模一樣嘅返嚟就搞掂，點知嗰種個樣係好似啊，性格完全唔同嘅落差，會令新貓嘅每一個動作都好似喺度提醒緊你，佢根本唔係舊嗰隻啊！特別係當你見到佢理所當然咁瞓喺舊貓以前最愛嗰塊墊上面，嗰種刺痛感真係最真實啊！你會覺得好似連留低嘅最後嗰啲痕跡都被新嗰隻貓抹走晒咁。其實再養多隻貓唔係取代，而係一場生命接力。要克服呢種內疚，最好嘅方法係去接受每一隻貓都係獨一無二嘅。有主人領養咗隻完全唔同花紋顏色嘅貓，反而覺得仲輕鬆，因為你好清楚知道呢段係一段全新獨立嘅關係。你要愛嘅係眼前呢個可能由原本唔太順利，但而家願意對你放低戒心嘅靈魂，而唔係你自己幻想出嚟嘅替身啊！遺憾，將虧欠化作對新貓的溺愛。呢種內疚講白啲，其實係你想補償返以前嗰份遺憾。你會係咁怪自己，點解冇早啲發現佢病呢？點解當時要左諗右諗，慳埋嗰啲醫療費啊？或者點解佢想玩嘅時候，自己就掛住做嘢唔理佢啊？種種後悔，最後全部變晒做對新貓嗰種近乎溺愛嘅補償啊！總覺得以前我人工低，
淨係俾到最平嘅乾糧佢。而家我有能力啦，我一定要俾最好嘅嘢佢。又或者好後悔當年成日掉低隻貓喺屋企，到養咗新貓就變到近乎強迫症咁保護佢。但咁樣做其實只係將新貓當做一張贖罪券啊，想自己個心好過啲啦。呢種愛其實好沉重，因為你唔係喺度同新貓建立緊關係，而係同過去嘅遺憾喺度鬥氣啊。呢種壓力唔單止你自己辛苦，隻貓都會感受到嗰種唔係好自然嘅溺愛，令到呢段新關係喺由一開始就充滿負擔。要學識原諒當年嘅自己啊！正正係因為佢嘅離開，先教識咗你點樣睇病徵，點樣揀貓糧，點樣做一個更好、更稱職嘅主人。呢種成熟係佢用一生換翻嚟送俾你嘅最後禮物。你而家對新貓好，本質上其實係對舊貓愛意嘅延伸。唔好再帶住罪惡感過日子啦，將呢份學識咗嘅愛傳遞落去，先至係對走咗嘅主子最好嘅交代。放手，簽下安樂死後的心理重建。喺咁多種內疚入面，最難放低嘅一定係親手簽安樂死嗰一刻。好多主人都會選擇喺現場陪住佢走埋最後一程啊！明知佢已經病到好辛苦，冇得再醫，但當個決定真係落到自己手上嘅時候，嗰種係我親手結束咗佢生命嘅感覺，往往會變成一種好沉重嘅罪惡感。之後最折磨人嘅係不斷反覆悔不當初嘅念頭。如果我當時再堅持多一陣，結果會唔會唔一樣呢？呢種假設好容易變成一種自我嘅懲罰，甚至令你開始否定自己，覺得自己唔再配得到愛，甚至決定以後都唔再養貓。但請記住，一隻俾你深愛過嘅貓走咗之後，絕對唔想見到你為佢自怨自艾，佢反而係希望你可以擁有繼續快樂、好好活落去嘅能力。唔好再俾如果當初呢種諗法佔據你成個腦啊！因為咁樣只會令到你睇唔到當下嘅幸福。有人話養新貓可以減輕傷痛，其實唔係因為新貓取代舊嗰隻啊，而係因為新貓俾咗個重新有排你忙嘅機會。當你忙住同新入屋嘅貓重新磨合，照顧佢嘅時候，嗰種自我折磨嘅負面諗法先至會慢慢消失。落差，當新貓不如預期時的遷怒。內疚有時會用一啲好奇怪嘅方式爆發，特別係養咗新貓之後嘅後悔期。如果你發現新貓嘅性格同你預期中差天共地，以前嗰隻好溫順，新呢隻就日日刷屋；以前嗰隻好嗲人㗎，新呢隻就完全唔睬你。當佢整爛埋舊貓留低嘅遺物，你除咗會自責，甚至會遷怒於佢。點解我要帶佢返嚟呢？搞到個屋企依家仲衰過之前。呢種情緒其實係因為你將對舊貓嘅期望強加咗落新貓身上，咁樣比較對新貓唔公平啊，對你自己更加係折磨。試下用3做單位，3日適應，3星期建立信任，3個月融入。唔好強迫佢即刻要愛你，亦都唔需要強迫自己即刻愛上佢。呢份聯繫未必保證會好似以前嗰段咁深，但至少佢係真實而且獨立存在嘅，可以贏到一個本來唔信任嘅靈魂，本身就係生命入面最珍貴嘅禮物啦。就算新貓唔點親人，冇你想象中咁乖咁活潑，佢依然係一個好需要安全感、好需要你嘅生命啊！當你真正放低比較嗰一刻，你先至係真正由陰影入面行返出嚟。引薦，將愛化作生命的溫柔接力。喺貓奴嘅世界，一直流傳住一個講法啊，走咗嘅貓其實喺天堂望住你，
因為佢知你係一個好主人，唔忍心見到你咁傷心，所以先至指引下一隻貓去揾你。現實入面好多主人都遇過一啲解釋唔到嘅巧合，新貓偏偏喺舊貓新忌嗰日出現，又或者佢哋有埋一模一樣嘅怪癖，瞓覺姿勢甚至連叫聲都似到十足十，又或者佢喺你情緒最崩潰嘅時候就咁闖入咗你嘅生活。呢種冥冥之中嘅感覺，有時反而成為一種安慰，幫你喺原本嗰種養新貓就好似背叛咗舊貓嘅罪惡感，轉化成一種釋懷。原來呢一切都係舊貓送俾你嘅最後一份禮物啊！亦有人咁講，去救下一隻貓啦，就係對走咗嗰隻最高嘅致敬。當你將痛心化做動力，去拯救一隻喺收容所驚到震，或者喺街邊挨緊凍嘅浪浪，其實你係用緊另一種方式，延續緊舊貓留俾你嗰份愛啊！雖然失去嘅痛永遠唔會完全消失啊，但隨住時間過去，呢種痛會變得容易承受一啲。人嘅壽命長過貓咁多，注定咗我哋要去做一個見證者，去參與一場又一場嘅生命接力。所以好好珍惜，好好愛你而家呢位新成員啊！喺夜闌人靜嘅時候，不妨同佢分享以前你隻貓嘅趣事，或者佢做過令你最感動嘅往事啊！因為愛從來都唔係取代，而係接力啊！最後，如果你都係被呢種內疚感困擾緊，其實未必需要一個完結，學識同呢份心情共存就夠啦。就算記佢一世都冇問題，日子照樣要過㗎啦。唔使急住揾另一隻貓去填補空缺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節奏，有快有慢，冇分對錯。直到有一日，如果你覺得屋企靜到令到你好大壓力，甚至影響埋日常生活，或者就係時候迎接一段新嘅關係啦。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